现在天立马又晴了，就能看到对面的图勒姆斯城市。欧洲北境，冬季降临，白昼抽离，光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。在这里，时间被夜色接管。特洛姆瑟静置于北纬69度，坐落在山海之间。这里白日光线低垂，天空染蓝，群山压低天际，海湾向寒风敞开，寒冷、风雪、蓝调成为了这里的日常。这里寒夜漫漫，但天空并不沉默，极光闪耀，绿色的弧线跨过山脊与海面。而在地面，城市回应着夜空，灯火沿着海岸延伸，道路、港口、住区在昏暗中夺得一席地位。这是一座不仅仅依赖白昼生存的城市，这里是向光而生的特洛姆瑟。像我们刚刚到了哥本哈根，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现在才中午12点，然后已经开始日落了，就太阳已经开始下去了。让我特别好奇，现在 Tromsø 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难道已经天黑了吗？因为哥本哈根丹麦还没有挪威这么北。虽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在北方，现在是极夜，但是知道和这种感受完全是两回事儿。这一次我们即将从哥本哈根转机前往的城市特洛姆瑟，位于挪威的北方，北纬69度，是欧洲在北极圈内规模最大的城市，正是极夜的时刻。所以在哥本哈根机场看到的这场日落，成了这趟旅行开始之后我们与白昼远日的一次告别。我们刚刚下飞机到了特洛姆瑟，然后现在去酒店。落地特洛姆瑟是当地时间17点半，黑夜已然降临。我们现在从机场坐大巴去我们的酒店，就一出来就是这个。我们的酒店位于机场附近，大概1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。酒店的露台就能看到峡湾里的海面以及机场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特洛姆瑟已经陷入了一片蓝色之中。今天我们的计划是乘坐公交到达缆车点，然后坐缆车到达山顶。城市主要建在一个岛上，被峡湾与群山环绕，而我们要去的山顶就位于右侧的挪威大陆。这里的地势凸起，可以俯瞰整个岛屿。进入缆车的一瞬间，我们仿佛开启了异世界的旅行。所有的景物被幽蓝的光包裹，外面的风雪轻轻敲击玻璃。啊，下雪了，好棒！啊，运气还是挺好的。
抵达山顶，蓝色变得更加纯粹。天空、雪地、远方的海面融合成同一种色阶，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好大的雪！这里就能看到特洛姆瑟整个城市。现在在下雪，如果没有下雪的话，看得更清楚。在这片幽蓝之中，特洛姆瑟安静地躺在山脚下，像光与黑暗之间尚未落定的一次停顿。特洛姆瑟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岛，然后一部分在一个大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大陆的部分能看到整个特洛姆瑟的风景。很快天就开始变黑了，现在中午12点，然后感觉一定要蓝调都要结束了，要进入晚上的时间了。极夜就是这么的残酷。此刻，风雪在冷色的目光中呼啸，像是夜色降临前的低语。现在天立马又晴了，就能看到对面的特洛姆瑟城市。特别美。此刻，风雪渐渐停下，云雾也开始缓缓散开，城市的轮廓也一点一点清晰起来。在这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城市，太阳早已沉入地平线之下，再没有升起。白昼被留在了远方，在这里只剩下漫长的黑与短暂的蓝。风穿过海湾，雪覆盖山脊，光也只在天空最深的蓝色里停留片刻。但特洛姆瑟这座城市依然亮着，灯火沿着海岸延伸，从港口到山脚，在漫长的夜里勾勒出它存在的轮廓。这里是特洛姆瑟，在无日的极夜中，他学会了如何发光。而此刻站在山顶的我，俯瞰这片被极夜包围的灯火，才明白，这座城市真正动人的是，它在寒冷的夜里依然选择发光。当我们再次回到城市中，已经是傍晚，特洛姆瑟又下起了雪。我们现在在逛城市，上一次我们走到那个坡上了，对面的这个山上。夜晚的特洛姆瑟大教堂静静伫立在雪中，暖色的灯光从立面溢出，把黑暗收拢成一种克制的安宁。
港口的船随着水光摇曳，街灯被雪花映衬，人影缓行，夜色流动。Call it thunder, call it rain, never after, it's all the same. Still I love her, it's getting late. It's hard from my eyes go to another place. 这个时候，我们还邂逅了世界上最北的麦当劳。We'll come round. 然后我们报了一个看极光的团，因为在城市里看到极光的概率确实比较小。然后我们就现在去集合。然后原来看到极光的概率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在好像到了70%，所以希望今天能看到。今天看到极光的概率还是挺大的。现在我们就需要坐这个大巴去，它将会把我们带到有极光的地方，希望吧。在这样的极寒的夜里，我们等到了天空的回应。在北方古老的传说里，人们相信这时夜空被撕开，绿光的出现是诸神行走的神迹。在特洛姆瑟，极夜最深的时刻，古老的传说正降临在天空之上。